说实话，我现在是有点小惊喜、小激动的，因为我今天试驾的这辆智驾架，应该是我个人今年最期待的车型啊，没有之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辆车最显著的潜在用户群体，所以今天就很简单了，我替你们以准车主的身份来试驾一下智驾2.7。首先就是你们最关注的，在搭载了华为 ADAS 3.0之后，这辆智驾2.7它的智驾会有怎样的表现？首先呢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台车的智驾。我先开启它的智驾。你看它右转的时候，它会往左边去对，把方向打一点，给右侧预留更多的转向空间。它过来之后呢，发现后侧没有车了，然后直接变到内道来，然后做一个行驶。这个行为，这个动作就是跟我们人类驾驶的这个思维方式是差不多的，基本上是差不多，是的，没错。然后你看前方没车的时候就主动提速了，达到限速的这个标准80。华为的它的这一套智驾，它的核心优势就是比较成熟了。对，哎，它整个的响应速度，包括整体的这个操作逻辑，对，要好很多。看它这有，对，它实际上刚才是3车道变成双车道了，然后它有一个向右侧汇入的一个动作，是。而且刚才在过那个的时候没有减速，哎，对，这个行为就是不算是特别保守。目前有些智驾它为了所谓的安全，它可能会保守一点，它把速度降得很低。对，它可能会带脚刹车，而且刹车的力度还比较大。对，刚才我发现就是经过那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，差不多在40、50左右的速度，几乎就没怎么减速。但其实这个雨天对于智驾也是有一定的难度，它会影响到激光雷达那个它识别的这个，你这个雨刷呀什么的，是的，频繁的这个都会影响。它识别到了右侧的中筒。看到吗？刚才它识别到了右侧的桩筒，然后右侧的施工路段变窄了之后，它直接变到左侧车道了，确实相当丝滑。过弯的时候也没有压缩，也没有刻意的去压缩。华为的这一套智驾，它不仅仅是成熟，而且它不是特别的保守。这个其实在日常城区使用是非常重要的。有时候你在左转弯或者右转弯的跟非机动车博弈的过程中，你如果太保守的话，你就永远过不去。目前华为的这一套智驾，使用量包括使用数据都是很高的。还有就是刚才说的，就之前没有提到的第二点，就华为的这个 ADAS 3.0，它有个持续进化、持续学习的能力，这个也是比较难得的。就是越用它可能会越聪明，越好。向右引导行业道，因为前面我们该马上过了这个桥以后就该出辅路，所以它提前变道，提前500米就已经变道了。这个车辆不多还好，如果车辆多的话，你这个提前变道的话就很实用了。前面有慢车，看看会不会慢车好，还有加速变道。这个路况其实是比较复杂的。对，这是它现在开始，开始变道。请注意车辆绕行。好，然后右侧有车过来，看他会怎么避让啊？没有避让，直接过去了。他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前提下，在安全的前提下，他没有那么保守，哎，这就很难得，就很不错了。哎，对，很不错了。你看多好，主动避让啊，主动避让。违停的车辆面对违停的车辆，他自己主动避让，他提前右转或者左转，它提前的这个预留的框量大概在500米左右哈，400米到500米。就是这个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就是我们这次特意准备的一个这个狭窄的，有点巷道的感觉。对。然后并且您看这个咱们左侧车道就有临时停靠车辆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的话，其实就要让您这边去。主要是什么？就对向车，它很可能就避让的话，它占道，它占道行驶。所以刚才这个车，其实华为智驾它是有一个刹车动作的。目前 ADAS 3.0是可以实现车库到车库，对吧？就是我从我家的车库是可以到我公司的地库的，是可以，没问题。那这样就基本上就全程零接管了。那监测到，监测到前对右侧有车可能会过，它就有一个减速的动作。你看刚才这个动作，我其实觉得也是比较老司机的。为啥？就是前面的红灯即将变成绿灯了，但是我的速度没有降到最低。刚才它是降到了20码左右，然后又加速了，变成绿灯之后就直接加速了。这是又是一个车道的汇入的问题。现在这前面有行人啊，它有个避让。向右超车变道。哎，你看它连续变了2个车道，刚才连续变了2个车道，达到右转车道。
我们这一次的智驾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总体来说呢，智驾R7它的智驾表现还是非常完美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体验一下智驾R7它的满血图灵底盘究竟满血在哪儿。首先，这个配置就很满血啊！这台车它是搭载了虚拟主销的前高阶双叉臂加后5连杆，同时还提供了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，加上空气悬架，在这个价位真的是配置相当顶了。而从我个人的体验来看，我觉得智驾R7做的比较好的点，首先就是它不晕车啊！我觉得对于一台电车来说，想要做到不晕车真的是太难了。你是需要它的加速、制动，包括悬架3者共同协同，才能做到不那么的晕车。而且啊，为了让智驾R7不那么的晕车呢，这台车还特意提供了晕车舒缓模式。当你打开之后啊，它整体的加速和制动会更加的柔和一点，特别是加速的时候，当你踩下电门的时候，它会有差不多0.5秒的迟滞啊，就是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抬头现象了。这样的话，坐到后排就真的一点都感受不到晕车了。再者呢，就是这套空气悬架了，它可以依托激光雷达去提前扫描路况，来降低你底盘的高度，或者是抬升底盘的高度，最大限度的去减少电波，让你坐起来更加的舒服。第二点就是这台车的操控也非常的棒啊。首先就是方向盘的指向性是比较精准的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虚位。然后在过弯的时候可以看到啊，底盘的支撑性也挺强的，不会存在明显的横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再开起来就有一点驾驶乐趣了。真要说缺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方向盘可能很多人现在用起来还不是特别的习惯。其实我们在市区通勤或者在高速上的时候，这个方向盘用起来还挺方便的，尤其是高速上把手搭在上面，感觉挺惬意、挺悠闲的。但是如果你去跑山或者是在停车入库的时候，这样揉起来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，需要你去花时间去习惯它，去适应它。最后啊，作为一辆30万级的大5座家用 SUV， 我觉得乘坐属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我现在已经坐到了智驾R7的后排，我们公司之前是买了一辆智驾 S7的，所以坐进来之后，我会很自觉的把它跟 S7做一个对比啊。我觉得相较于 S7呢，这一台 SUV 智驾R7的话，它是有4个方面的升级。首先就是这个座椅的柔软度，一坐进来之后，你就感觉比之前软了不少啊！之前 S7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偏硬了，但是现在这个后排座椅的发泡材质是比较柔软的，对于腿部、对于臀部和对于腰部的衬托，包括它的包裹性都非常的到位，坐进来之后感觉很舒服啊。第二呢，就是这个多了靠背角度调节，它可以实现27度到37度的这个靠背角度的调节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最大的37度，我现在整个人基本上处于一个半躺的状态，这样坐上去还是蛮放松的，很舒服。长途行车的话，一家人包括我父母啊坐到后面都会比较舒服的，比较放松，比较惬意的。然后第三就是这个全景天幕啊，因为目前这个价位，不管是智驾 S7还是目前这个价位的很多的其他的新能源 SUV， 虽然都是有全景的天窗，但是这个天窗没有给它加一个天幕，而智驾 R7呢给了一个大尺寸的全景天幕，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小易，关闭后排天幕，你看，很大的一个天幕。小易，打开天幕，这样有什么好处呢？特别是大夏天啊，这个全景的天窗的话，虽然有一定的隔热性，但是会比较烫。如果小孩坐到后排的话，伸手就很容易触碰到，很容易被烫伤。所以我觉得加了这个天幕之后呢，一是起到更好的遮阳效果，第二呢就是防止小孩触碰到误伤了，所以这一方面的细节优化还是很到位的。第四啊，就是细节上的一些小配置了，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后排，后排是有2个小抽屉的，两侧都有啊。这两侧的抽屉虽然深度和它的容积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你放一些小孩的零食啊或者玩具，基本上是可以放下的。就是在长途行车的过程中呢，可以有一个东西来摆放杂物，我觉得在这一点还是做的蛮细心的。然后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、非常期待的它的前备箱的开启方式，带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演示一下，是不是很优雅？然后里面完全可以放一个书包，而且给你们看一下，电系的，非常的方便。
另外啊，就是智驾 R7它的后备箱设计呢，也是挺有想法的。它一共是做了3层的设计，你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第1层，整体的设计还是蛮规整，但是看起来啊，整体的纵深好像不是特别的高，是吧？给你们变一个魔法，咚咚咚咚。现在呢，就是到了第2层了，整体的纵深呢会更大一点，然后在第2层的下方还设计了第3层，就是做了一个掏空的设计，这里面可以存放更多的物品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一家5口人出去玩的话，长途出行，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就非常的大了。作为一个准车主，我觉得智驾 R7我关注的几点呢做的都不错。首先就是智驾这一块，我今天也是体验了大概10公里的路程，我觉得有2个特点啊，一个就是成熟，它比目前主流的智驾呢都要更加的稳定一些。第二呢就是没有那么保守，在和非机动车的博弈呢，一般情况下智驾 R7它是占据上风的。其次就是华为的这套全新的满血的图灵底盘，不管是乘坐舒适性还是整体的驾控体验表现都是处于领先的水准。然后就是舒适性整体表现也不错。如果真要说它的缺点，就是你上了高阶智驾版本的话，价格已经来到29.98万了，这个价格确实不算低啊。我有这个钱，已经可以买到理想 L7了。那你们告诉我，理想 L7和智驾 R7究竟该怎么选呢？